中国登月计划，嫦娥奔月，吴刚伐木，玉兔在广寒宫里，这是从小听的古老中国神话故事。当我们长大了，有大倍数太空望远镜之后，才知道这些神话故事都是想象。月球是地球的伴星，与地球一起绕着太阳转，也影响地球大海的潮汐起伏，就像地球也绕着太阳转，因此有四季之分一样。一旦有能力进入太空，月球是最近的星体，而且因为月球位处太空，量体小，引力低，因此倘若能以月球为基地，取月球材料制作更大型之太空飞船，那样比在地球表面制作后的让飞船飞出大气层的困难度要低上多。因此要进一步发展宇宙航行或太空事业，首先发展月球基地是必不可少的。只是到目前为止，就连早登陆月球6次的美国都没能在月球表面上建立人类能够长久居住之设施，别的国家更不行。不过这仍无法阻止世界各国登月的想望。中国、印度等就是近年有认真尝试付诸实践的国家。2023年8月23日，印度无人太空船钱德拉扬3号 Chandrayaan 横线3登陆月球南极成功，就是中国有力的挑战者。中国的探月工程是2004年由当时总理温家宝批准立项的中国第一个月球探测工程，属于中国嫦娥工程的一部分，由国家航天局负责执行。嫦娥工程有3步骤：探月、登月、驻月。第一部分的探月就是2004年开始，计划发射绕月卫星，之后发射无人月球车登陆月面，最后把采集月球表面样本送回地球，最后还要勘探月球环境，选择适合设立月球科研站的点，这样探月就算是有相当成绩了。2004年起，中国开始进行筹划，并在2007年发射了嫦娥1号，2010年发射嫦娥2号月球轨道器。嫦娥2号基本配置与嫦娥1号相差不大，因为它本来就是作为嫦娥1号如果发射失败后的备用探测器生产的。在嫦娥1号顺利进行任务并最终坠落到月球表面后，中国于2010年10月1日以长征 3C 运载火箭将嫦娥2号也发射升空，并进入月球轨道，也就是在月球轨道上放置了跟着转的卫星，随时监控月球表面，且可以拍摄照片，探测月球星球磁场特征，顺利完成月球7公尺解析度的月球表面 3D 影像数据库的建立。嫦娥3号与玉兔号月球车。从嫦娥3号起，就进入降落月球的阶段。嫦娥3号有着陆器与月球车，目标是在月球表面进行软着陆，以及在月球表面进行探索。嫦娥3号探测器于2013年12月2日由长征横线3B 增强型火箭运载，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升空，4天后在12月6日抵达月球轨道，12月14日由其携带的着陆器与月球车进行软着陆，降落于月球与海西北部红湾着陆区，是继前苏联1976年发射至月球24号后，又一个在月球表面软着陆的探测器。嫦娥3号的无人着陆器与月球车顺利降落在月球表面，并成功的分离后，玉兔号月球车也在月球表面开展探索任务，包括车底下安装的测月雷达，可探测月表100公尺深度的层状态与地形地貌，月表物质成分分析，车上光学望远镜可从月球表面进行天文观测等。另外，车上还安装一个不负238位核心的放射性同位素热源，保持月球车在寒冷的月夜中不会被零下150度的低温冻结损害。这也是中国航天活动中首次动用到核能装置，虽然这不是用于核能发电，纯粹只是提供保暖功能，
但已经是确保极端温度下器械正常运作的一种新尝试。嫦娥4号与玉兔2号月球车，就像之前嫦娥2号是嫦娥1号的备份一样，嫦娥3号也有一个备份探测器，也就是嫦娥4号。嫦娥3号的任务结束后，嫦娥4号依旧会发射前往月球接手登月任务。2018年12月8日，嫦娥4号登陆太空船与玉兔2号月球车由长征 3B 改进3型运载火箭遥30号由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，12月12日进入月球轨道，并于2019年1月3日正式降落登陆于月球背面的着陆区。经过一颗事先发射的鹊桥中继卫星将讯号传回地球，这是人类飞行器第一次降落在月球背面，也就是永远背对地球的那一面。很多人说在月球背面有外星人设立的观测地球基地等谣言，现在也就不攻自破了。嫦娥4号着陆器与火星车除了执行月表探测任务外，也试图进行一项地球生物试验。着陆器搭载了一个装有多种植物种子与昆虫卵的箱子，试图在月球上模拟地球环境，看这些生物有无办法生长。其中有马铃薯、油菜、棉花、拟南芥、果蝇、酵母菌等6种生物，18毫升水、空气、土壤、热控系统等，希望卵孵化由幼虫生产二氧化碳，植物发芽生长后用二氧化碳生成氧气，让昆虫与植物都可运用并建立循环。其中棉花种子确实发芽了，但其他生物都没有发芽或孵出，实验宣告失败。关闭温度控制系统后，生物箱的温度下降到零下170摄氏度，其中的生物全数无法生存，等于是销毁了这些种子。嫦娥5号与月壤，嫦娥5号已经是中国探月工程最后阶段，也就是能顺利返回地球的探测器。它于2020年11月24日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由长征5号运载火箭遥5顺利发射升空。11月30日着陆器与上升器脱离了轨道器与返回器，开始进行着陆。12月1日着陆器顺利降落在月球正面风暴洋着陆区，并开始月球样品采集工作，最终采集1731克之岩石物质。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从月球表面起飞回环月轨道的行动。嫦娥5号的上升器 3000M 发动机在2020年12月3日夜间点火自月球表面升空，顺利进入环月轨道，并与嫦娥5号轨道器与返回舱对接，并将采集样品送入返回舱。最后在12月12日开始飞回地球，17日返抵地球轨道，返回舱开始重返大气层并顺利降落。所以从月球搭飞船回地球要多久？要5天。从月球采集的岩石样品在返回中国后，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建立月球样品实验室进行专业隔离保存。样品未来主要进行科学研究，也有部分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向公众展示，以作为科普教育之用。另外也有部分将向中国友好国家或科研机构赠送，就像美国曾经赠送中国月球岩石样品一样。另外嫦娥5号带回的月球土壤也惹起一番风波。南华早报2023年12月1日报道，美国太空总署 NASA 过去依照国会2011年通过之沃尔夫修正案 Wolf Amendment 之规定，是不准与中国航天局进行任何太空活动之合作的，以避免遭间谍行为影响。可是嫦娥5号太空船带回地球的是最新取得的月球土壤，距美国1969年时取回的已有50多年之久，因此美国 NASA 的研究员就很想向中国申请取得一些月壤来进行研究，但又限于沃尔夫条款而怕有违法之虞。
其实嫦娥5号取回的月壤还是表面的土壤，下次嫦娥6号将在月球级的，甚至是月球后面阴暗区取得月壤，届时科学研究的价值更高。现在看起来美国 NASA 需要中国多过中国需要美国 NASA 了。嫦娥6号嫦娥6号原先是作为嫦娥5号的备用机生产的，嫦娥5号既然成功，嫦娥6号就继续上。嫦娥6号于2024年5月3日以长征负5号遥8运载火箭发射。嫦娥6号探月飞船升空前往月球登陆，一样执行月球采样土壤任务，目标的点是月球南极一托垦盆地的阿波罗环形山地区，这地方也是后续嫦娥任务将建立月球科研站的点。在嫦娥6号发射前，中国已经在2024年3月20日先行发射鹊桥负2号中继卫星，是由长征负8型遥3火箭从海南文昌发射中心发射，以便让鹊桥负2号中继卫星先行进入月球轨道，以便中国嫦娥6号太空船起降月球表面时作为指挥讯号中继传播用。嫦娥6号也将带上国际合作伙伴的科研载荷，包括巴基斯坦的 iClip 立方卫星、意大利漫游雷射角反射器、欧洲太空总署负离子探测仪、法国氡气探测仪等。看出来了吗？连欧洲国家也不再跟美国玩太空任务了，现在居然找上中国一起上太空了。就连2024年1月9日造成台湾大震动的火箭飞弹发射警报事件，也是西昌发射基地发射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，将爱因斯坦探针卫星发射上太空。这枚爱因斯坦探针卫星是中国首颗带市场 X 射线天文卫星，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太空总署合作的计划，用于捕捉爱因斯坦主张的黑洞、引力波电磁对应体等天文现象，其10%的观测成果将由中方与欧洲太空总署分享。嫦娥7号本次任务规划于2026年实施，将对月球南极进行环境与资源勘察，以对建立月球科研站打下基础。届时嫦娥7号探测器将有23个科学仪器，将好好对将建立月球科研站的点进行仔细勘察，包括探测水冰，在月球南极永夜区域有可能存在水冰。嫦娥7号将停留在月球表面，成为未来科研站的一部分组件。嫦娥8号本次任务预计于2028年进行，降落的点与嫦娥7号一样，降落登陆器将与嫦娥7号一起组成未来月球科研站的组件，未来将建立月球工厂，并有朝一日可让人类登上工作。中国航天局也已经宣布将让国际合作伙伴提供不超过200公斤的科学载荷，一起到月球去进行科学实验，还具体规定嫦娥8号的着陆器可提供总功率 200W， 每个科学仪器载荷不能超过 50W， 还规定尺寸大小等。有意者应于2023年12月31日前向中国航天局提出项目意向书中文版或英文版，中方会进行遴选，决定哪些项目可以成行。这个公告只有中文，所以符合我的预感，未来要参加中国航天项目的外国合作伙伴，你不学中文是不行的了。最后要说明的是 ILRS 计划，这使是中国与俄罗斯于2021年3月9日签署合作备忘录，由中俄两国共同合作兴建国际月球科研站的计划。参加这个计划的国家有中国、俄罗斯、委内瑞拉、南非、亚塞拜然、巴基斯坦、白俄罗斯、埃及、泰国、土耳其、阿拉伯联合大公国，大都是与英美欧洲国家打对台的独裁专制国家。中国的嫦娥4号起到嫦娥8号，俄罗斯的 Luna 横线25、Luna 横线26月球号太空船都是为本计划进行的。
中国的嫦娥登月计划已经大致选定未来这个国际月球科研站的点。俄罗斯有强大的运载火箭发射能力与财力可支援，只是由中国主导的计划，俄罗斯是否能够接受这个现实，或是之后会在自己新建一个专属俄国的月球科研站，就有待未来观察了。